魏婴眼神闪过一丝狂喜，对方对此事起疑，说明知道班直与祖父他们一同去了另一世界。魏婴是故意说的模糊不清，语焉不详得，因为他不清楚来人在其家什么身份与地位，贸然将家族之事告知旁人，总归有风险。此物却是我家长辈赐予，并告知若有难事，可寻求其家叔叔帮忙。不知道阁下可认识祁隆昌先生？魏婴试探性地问道。符阵对面陷入了长达1炷香的沉默，随后透过符阵只给魏婴留了一句话：3天后你再来这个钱庄。稀里呼噜哗啦哗啦伪民族语，我们会有人过来，约莫要2天的时间。我和他们说了3天后再来，他们到钱庄里就直接带密谈室，清河聂氏、聂明觉将人带回宗门后，并没有立刻进行梳洗，反而换来了聂氏的宗族长老们一同商讨。长老们看着聂明觉一身素衣，而且衣服上沾满了血迹，还有黄色的脓液，身上也还携带着刺鼻的尸臭味，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聂怀桑将聂明觉外衫包裹着的残肢一节一节地按在那位死者的身躯上，还极为贴心地将外衫折叠起来放在一旁的桌子上。议事厅的中心摆放着一具拼凑而成的尸体，聂怀桑将塞到衣服的断指拿出来放置在死者的伤口处，整具尸身不断散发着恶臭味，伤口上白色的脓包许是因为长时间背负跑动又重新开始流动脓液。整个议事厅静悄悄的，连浅浅的呼吸声都听得一清二楚。宗主，这到底怎么回事？聂氏大长老看着面目全非的死尸问道。一个人的发声询问犹如一滴水落入了油锅里，议事厅的长老们瞬间议论纷纷，有谴责凶手的，有询问死者身份，还有询问怨气怎么回事。宗主，为何我的佩刀会对这具尸体有异动？他的怨气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重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他身上的伤又是何人所为？下手之人太狠毒了，挑断手脚筋，还剖了金丹，这就是生生折磨致死啊！金丹就是修士的命，怎么可以？聂明觉听到剖金丹，瞬间不淡定了。刚刚提出剖金丹的是一名从医的长老，聂家上辈排行老五，族中弟子都喊五长老。五叔，你且细看死者伤口，再将详情诉之以众。各位叔叔伯伯，我知道你们有疑惑，但一切等五叔检查完，我才能做出判断。聂明觉郑重地说道，我会将我看到的一切说出。聂怀桑垂下眼帘，看着怀中尚未取出的刑具，脑海里疯狂计算着金宗主是幕后黑手的可能性。金光善花名在外，贪图美色但又极度惧内，似乎是一只纸老虎的存在。但是金家这么大的一个家族，如果宗主真的是纸老虎，外强中干，这名声连强都不算，其他人能不烦？金家的实权可没落到他人身上，哪怕极负盛名的敛方尊。所以好色应该是真的，老谋深算也是真。岐山温氏如日中天时，金氏便与其交好，从中获利良多。射日之争，金氏除嫡子金子轩外，极少有金家人活跃在战斗一线，更多是负责后勤，所以射日之争损失最少。射日之争最大功劳除二哥敛方尊，便是魏兄。二哥顺利进入金家，而魏兄先穷奇到误杀金子轩后，不夜天失控被百家群起而攻之。聂怀桑觉得自己可能飘了，如果穷奇到不夜天都是人为导致的，金宗主一直都是幕后黑手，那不就意味着送自己亲儿子儿媳去死，换拉拢不来的鬼道老祖深云？应该不可能吧，虎毒还不嗣子呢。跑差了，但好像也没跑差，好像死者是因为怨气吧。聂怀桑郁闷了，总觉得里面少了些什么，是金宗主的动机。聂怀桑想不通金宗主这样做的动机，只能乖乖听着五叔分析着死者的伤势。五长老缓慢褪下死者的衣衫，大小分布不匀的血淋淋伤口就那么明晃晃地冲击着在场之人的感官。他刚刚凭借肉眼观察到的腹部上3寸的凹陷判断死者被剖金丹，褪下衣上后丹府位置的划痕验证了他的判断。食指微微向下按压，伤口处迅速溢出一缕怨气。五长老神情复杂地看向聂明觉，宗主，我可能要冒犯死者了。聂明觉看着悬浮在上方的怨气，颔首示意对方继续。五长老取出自己随身携带地小刀，冰冷的气雾划过死者的开口处，继续扩大可视范围，
一根手指深入被划开的腹部，不断挪动，触碰着腹部。随后，五长老对着死者尸身进行了其他地方的检查，包括断指。根据不同伤口的湿化程度，对行凶者的作案手段进行先后排序。宗主，此人的金丹还在，腹部的剖痕更像是将怨气强行导入。行凶者先是试图用怨气炼化金丹修饰，可不见起效，随后进行了长时间的施虐，躯干的伤势有新也有旧，最新的可能也就在死者咽气前2-3天。从伤口来说，这节断指要先于手绞筋。丧心病狂，怨气炼化金丹修饰，他们倒是敢想。所以是活人炼尸吗？拿修饰炼，前面莫不是还拿了普通百姓去炼？其中一名长老发出了灵魂性的质问。